你继续拉炮，一定要将炮弹送到前方。敌人的火力太猛了，看着无法安全度过。小刘太阳子！报告团长，拉炮的重卡在阎王坡下面遭到了敌人的偷袭。走！走！同志，你还好吗？坚持住，坚持住！啊！同志，你没事吧？死不了，是他的。呸！
等一下。好了。啊？你放心吧，等外面的战友消灭了敌人，就开着新七吨把这炮拉到阵地上去。啊！同志，同志，哎，你叫什么名儿啊？同志，同志，同志，哎，我叫艾成安，你叫什么？你别睡着了。哎，大牛啊，大牛好，大牛好，大牛这名特别好，你千万别睡着，睡着醒不过来啊！哎，睁开眼睛。哎。连长，报告连长，敌人大概1个班，打了5分钟就跑了。关键是，大牛可能被埋了。什么？连长，你看那边有血迹。从驾驶室一直到这儿，这塌方前是个山洞。对不起，我想问一下，你看到我们华西那位同志了吗？没有。他是跟着华西的车一起过来的。他们俩是不是都在里面啊？给你润润嘴啊！你别说话了，这里边氧气越来越少，保留点体力。别担心，肯定有救。加快速度！
这后边就是洞口。来，汽车车，把石头拉走。走，去小钢丝城，走。你信吗？啊！你再拉一遍。长安，你喝多了。这是，哎呀，坐，好好审，好好审，长安不急呀，不急。说好的，求着我过来让我给他买车，我钱都准备好了。狗日突然给我反悔又不认了。你少在这污蔑花旗！你有指标有皮条，我们能不卖给你车吗？有指标，有指标，我还用看你花旗的脸子？你想买车，没有皮条？20辆车，煤老板急得跟啥一样，等着我呢。钱呢？钱，这不就是钱？但是有钱没地方买车。你别急啊，我现在就去给你办去。哎，那个，请问您贵姓啊？您住在哪儿？冯爱国，住旁边红星招待所。这是个名片。爱国好，爱国特别好。这样，您一定要等我，我现在就去办这件事儿。明天我一定拿着皮条来找您啊！能行吗？这伙计？能。周书记，周书记，厂长，葛叔。长安，厂长，师傅，师傅，我有办法救场。你是说，这个人要买车，但没有批条，这蛮难办的。叔，我知道，凡事儿都得按照规章制度来。但现在这都是什么时候了？规定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嘛。我是觉得，救场子比这批条重要。那个叔，这厂长和书记干嘛去了？他们啊，出去筹钱了。那这样说，我不打扰您了，我去他们门口等他们。你回来。你去那儿休息，他们回来了，我再叫你。那也行。
谢谢叔。好。车在没？车在没？花气不能熄火，不能熄火。然后，哎，你醒了？叔，先喝杯水。不是，我得去找厂长和书记去。你回来。皮条，五改期攻坚阶段，我有特事特办的权利。沈叔，您签字这得书记跟厂长签字才行啊。他们那边我去做工作，批条我给，车必须得卖。行，那我去了啊。老同学，你别着急走啊，哥们儿正想办法呢。说实话，你答应给我那1万块钱，我是真想挣，哪有到嘴的肉不吃的道理，对吧？人家肉送到嘴边，你也得有本事吃。我还以为你是厂长他娃，随便说两句话就能把事办了。可事实证明，你就是个绣花枕头，球用不定。冯爱国，你咋说话呢？你这卸磨杀驴太缺德了吧！我年在同窗一场，答应想办法帮你买车，你买卖不成，别把人也丢了呀！你还有脸跟我说仁义？你对我仁义了啊？我跟你说，你花旗没有一个讲信誉的。谁说我们花旗不讲信誉了？啊？嗯？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冯爱国，冯经理，就是我跟你说的大专同学。他就是你同学。上午这还没走，干！哎，给他看看，咱花旗人到底讲不讲信誉？哎，累死我了！批条，你咋搞到的？有批条就好办事了。老沈，你糊涂啊！你把车卖给没有批条的霸道贩子，你难道不知道这是彻彻底底的关倒？你作为华旗的总工，怎么这一点政治觉悟都没有呢？老沈呐，去把批条取回来啊，跟他们好好解释清楚，这车华旗不能卖。师哥，
你别怪老葛跟你发火，他是担心你，他怕你犯错误。你兢兢业业的为华妻干了大半辈子了，你何必惹这一身骚呢？师哥呀，你能不能说句话呀？要烧一壶热水，需要多少柴火？需要多少时间？可这水凉下来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。他说啥玩意儿呢？啊，云里雾里的。沈中华同志，现在在说你犯错误的事儿，你不要顾左右而言其他。我这一辈子只会捏笔杆子，不会耍嘴皮子。今天你们既然想听，那我就说些掏心窝子的话，且就说这一回。揭发，师弟，你还记得咱们当初是为了什么从苏联回国的吗？新中国成立后，百废待兴，是华系给了咱们施展才华的舞台。咱们排除万难，成功研制出了5吨重卡，结束了我军有炮无车的历史。这份骄傲值得我们铭记一辈子啊！而你为此也放弃了在苏联的爱情，至今孑然一身。师哥不说，不代表不心疼你，不佩服你。保重，尝尝。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还叫你葛班长。你和鞍山北从北京来到陕西，一起支援3线建设。那会儿华七建厂，你是尖刀班的班长。为了工厂的基建，寒冬腊月，你跳入刺骨的河水修建桥梁。后来，你在医院躺了大半个月才缓过来。现在只要阴天下雨，你的膝盖还疼吗？如果历史重演一次，你还是会义无反顾地跳下去，因为华气早就成了你的骨，你的血。我这人啊，一辈子没干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，就像这杯茶，不温不火。茶可以凉，但心不能凉，血必须是热的。我作为华西的总工，我的职责就是让华西的车跑起来。签批条、卖车，都是我一个人做得主。但为了华西这个错误，我必须得犯。我从来没求过什么人，这次我请求你们，让我把这个错误犯到底。不行，我只要当一天厂长，我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犯错误。就算你是厂长，也阻止不了我的决定。别说犯错，就是捅破天我都敢。行了，我们3个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，你们都忘了是吧？你看看你们一个一个都年近半百的人了，怎么还跟小孩一样吵嘴啊？师弟啊，说得好。厂长，我也想问问，咱们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？当初的华气只是一片荒地，是华气的前辈带着年轻的我们一块砖一片瓦的把荒地变成了厂房。有炮无车的局面让咱们的战士在战场上流血，国际上那些所谓的强国，他们根本瞧不起我们，认为咱们落后，造不出5吨车。我们当初来到这里就只有一个信念，就是让华气的车跑起来，华气的车永远不能熄火。就算是犯错误，也得由我去犯。厂长，你是华气的掌舵人，掌舵人不能犯一丁点的错。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只要你们愿意给我这个犯错的机会，就够了。我感谢你们。这事就那么定了。我还些处置要画，先走了。
老沈在设计桌面前画了一辈子的图，弯着背，弓着腰，没想到他的腰杆是最硬的，他的肩膀也是最能扛事儿的。我对老沈、对华旗有愧呀。今天我准把车从华西提走了。走之前，请你和太平吃个饭，一是因为你帮我拿到了车子，又解决我的燃眉之急。再一个，我跟太平是同学，你俩又是发小，咱三个这关系，今天一定得好好喝一个。来。这葛太平人呢，平时一说到喝酒，跑得比谁都快。是我故意通知他晚半个小时到的。为什么？兄弟的心意都在这儿，你可甭嫌少。咱俩也算是不打不相识，这一点小意思啊，你就收着。挺沉啊。那可不，这可是1万块钱。1万块钱？这么说，我也是万元户了。这都算个啥嘛？对兄弟啊，咱不能小气。来，咱再干一个。谢谢啊，也让兄弟我呢体验了当一把万元户的感觉。但这钱我不能要。这个事情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你说啊，没毛病。兄弟，你不了解我们华西。我们华西人呢有自己的规矩，你替我们解了燃眉之急，我们得感激你。这一杯呢，我敬你。钱1分不能要。哎，不是兄弟，这伙计有钱都不走。外国行啊，这就把车提出来了。华西说不像你们了，更是煤老板就牛乎乎了。有奶便是娘，谁是亲娘你们都忘了？忘恩负义的玩意儿，呸！忙活半天，给爱长安做了嫁衣。太平，干啥去了？吵你半天。找我干什么呀？没好事别找我。咋的了？谁惹你了？心情不好。咋了？人家的兄弟2肋插刀，我的兄弟插我2刀，这什么命？胡闹啥呢？
哎，你看长安了吗？说跟你在一起的啊。你还真错了，我跟长安不一起。我咋了？吃枪药了你？太平，哎，长安，跑哪儿去了？我找你半天。那冯经理不是说请你吃饭吗？摆了一桌子好酒好菜，你怎么不去啊？好酒好菜又不是给我备的，我哪有脸吃啊？好酒好菜也没四封条痛快，大伙儿等着呢，赶紧走吧。走，走啊，快点！走。耳畔凛冽的风呼啸而过，我在眺望远方的波澜壮阔。飞驰的车承载着生命的钟，多渴望与你心边锦绣山河。跋涉开山的路，苦乐奔波。最有色彩、最真实的一段人生。其实，我不喜欢黄土高坡，走不远，皮鞋上就全都是土。我也不喜欢吃这里的面食，想念上海的西餐和甜点。可是，妈，我在华西出生，我呱呱坠地呼吸的第一口空气就属于这片黄土大地。我是华气人，这是我无法改变的根。妈的根又在哪儿了？薇薇啊，妈妈呢，她放弃了自己的根，从大上海来到华气，她的青春全部献在这片土地上面。而现在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她的女儿能够回到大上海，去替她享受大上海的优渥的条件。妈妈的出发点是为你好。如果说要是有错的话呢，错全在爸爸，是吧？想当年啊，爸爸就是用这台手风琴把你妈妈骗在了华西，而且一骗就是大半辈子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老伙计啊，你看看，都是你惹的祸，你是不是应该表示点歉意啊？妈，那年风吹得清凉，那夜莺歌声齐唱，月下的花儿都入梦，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。我爱这夜色朗。上车。来，1、2、3，哦！
来，喝点水。哎呀，我沈夏终于结束实习时期没有办公桌打游击的日子了。我宣布，从今天起，这就是我的桌子了。哎，不过我说实话啊，这满屋子桌子就属你那张最破。平时这眼光挺准的呀，啊，怎么一到正事儿就歪了眼啊？你眼才歪呢，过来。干嘛呀？看见什么了？看见一张桌子。榆木脑袋。别打了，真成榆木脑袋，那影响的是你下一代。嗯。我在这办公啊，一抬头就能看见我爸在里面绘图。他会让我感到很安心，很踏实，很美好。我看着也很安心，很踏实，很美好。你俩干啥呢？沈夏眼睛太大了，他迷眼睛，我给他吹一下，没事吧？没事儿，谢谢。哎呀，我也迷眼了，啥也没看见。继续吧。要不继续？他看不着，好不容易这孩子，哎，说这又怎么哎？我的热情嘿，好像一盆火，燃烧了整个沙漠。太阳见了我也要留步。听说你申请留在华企了？你消息倒挺灵。那当然，我是谁？哎，你能留下来真好。哎，哎，嘿，你想干嘛？杨薇薇同志，我正式告诉你，从今以后，咱俩就正式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关系了，你避不开我。嘿，何太平，今天我就把话跟你说清楚，就算你像狗皮膏药一样粘在我面前，我也不会正眼看你。这句话同样也送给你自己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留在华企是为了爱长安。跟你像狗皮膏药一样，人家正眼看你一眼了吗？他跟沈夏之间，你永远都插不进去。葛太平，就算没有爱长安，我跟你也不可能。另外，我郑重地告诉你，我留在华企，不为任何人。华企2190型7吨重卡接受军代表的检阅。好，非常好，葛厂长、周书记，还有各位华企同志们，你们又一次创造了奇迹啊！短短半年，你们就攻克了德国和苏联需要花费5年才能完成的新款重卡的研发地形任务。这一壮举不仅增强了前线的作战能力，也更有力的加强了国防现代化建设。我代表前线指战员感谢华企的辛勤付出，
感谢所有参与会战同志们的不懈努力。敬礼！敬礼！同志们，今天的成果是大家努力拼搏、流血流汗换来的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但是你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，华旗子弟永远是党的好儿女，华旗人永远是祖国最坚强忠诚的基石。只要祖国需要，华旗人就能够顶上去，排除万难，把不可能变成可能。你们继承了第一代华旗人永不熄火的精神，在中国重卡制造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我代表华旗党委对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。试车员爱长安，到，兄弟，这儿。现在，我郑重的宣布，任命试车员艾长安为送车队队长，沈中华总工程师为技术顾问，跟随军代表同志的队伍，把10辆2190型7吨重卡安全地、完好无损地送到部队大后方，为前线的战士们及时送去支援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怎么？出什么事了？唐姨，唐姨，我爸怎么样了？过度疲劳，引起急性休克，挂瓶水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小夏，阿姨多句话，你爸爸身体太虚弱了，要好好休息。再这样熬下去，身体啊，迟早会出大问题的。知道了，谢谢唐姨。多看一下啊，小李啊，再去拿点药。长安，帮我去跟厂长和书记说一声，我爸没事了，让他们别担心了。那你一个人能行吗？我可以的，我也想多陪陪我爸。那行吧，我去了啊。嗯。醒了。你呀，就是不知道爱惜自己，以后不许这样了。我肚子饿了，我去给你打饭。等一会儿啊。老沈啊，厂长。厂长。哎呀，常一个人忙，你不必来看我呀。哎呀，你可把我们吓坏了。爸，您什么时候醒的？我也就睡了一小会儿，害怕你们个个紧张的。没事。你这还叫没事啊？你作为华旗的老总工，
非得把腰杆子累折了，趴在地上起不来，这才叫有事儿，是吧？跟你商量个事儿。小夏，给厂长洗个苹果去。哎，老哥，我跟车队去前线的事儿没得商量。既然没得商量，那我也直说，我有权利命令你留在厂里边，哪儿都不许去。哎呀，走了。沈迪可是革命的本钱，你如果真的倒下了，那怎么带领新一代的华旗人继续技术革命呢？这我知道，可眼下只有确保7吨车安全完好的送达战区，我们的任务才算完成啊！我们之前所付出的努力才不算白费。目前厂里也只有我能够应对卡车出现的任何问题。华旗历经前线，才走到这最后一步，革命尚未成功，我咬咬牙也得挺过去。谁说只有您能应对卡车出现的任何问题啊？我也可以。葛厂长，我在大学可是学了4年重卡相关的专业呢。这段时间在厂子里，我也是天天泡在五改漆上。我有信心，可以替代沈总工完成送车任务。小夏，别开玩笑了。我没开玩笑，我很负责任，也很有信心。在华汽，除了沈总工，没有人比我更有资格去送车。因为啊，我有一位最好的老师。我可是新时代的大学生，在学术的象牙塔里遨游了4年呢。我接触到的都是现在最先进、最顶尖的信息跟技术，说不定啊，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部分，我还能略胜您一筹呢。哎呀，沈夏呀，巾帼不让须眉呀！啊，老沈，你现在还有什么理由反对啊？嗯，不行。为什么？战场上子弹不长眼睛，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，我不想，也不能再让你陷入危险的境地。爸，我知道您担心我，但我现在已经长大了，您也不可能永远把我藏在身后，张开双臂来保护我。我有信心，我比您想象当中啊更加强大。厂长来了。哎，秀艳啊。哎。中华，打从咱们家到了华旗，就把根扎在这儿了。这么多年，为了让咱们国家的重卡早日奔赴到各个生命线，你不管孩子，不管家，我说过什么没有？我今天要说你2句了。沈春，他是倒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的。咱儿子是好样的，是咱家的光荣。沈夏，打小就不是一个娇滴滴的姑娘，有主见，有担当。上战场，他都不怕，你怕什么呀？咱家的孩子个顶个的勇敢坚强，你这个当爸的不能拖后腿，听到没有？哥，很久没来看你了，实在抱歉啊，但是你得原谅我，我呢，也是为了给咱华旗争脸，才小小的忽略了你。我今天来呢，
我是有件好事要告诉你，咱华气五改期顺利完成了，而且好话都让你说了，我跟春哥说个啥嘛？说你这只野猴子怎么大闹天宫的？我怎么就是野猴子了？我这分明就是齐天大圣中德真经呀！下来。真是可惜了你就不应该当试车员，你就应该继承宝珍姨当评书艺人的衣钵。呀，要不是在你哥面前，你信不信我真的？你给我一个向春哥汇报的机会，这还差不多。春哥，明天我将作为咱们厂唯一的送车员，跟随部队将咱这10辆219型7吨重卡送上战场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保证完成任务，不给咱华气拖后腿。另外啊，我再跟你强调一下，我将作为全场唯一一个开车的，我作为咱们华气唯一一名技术顾问，一同前往前线。我还没炫耀，你嘚瑟个啥？你能不能在吹哥面前给我点面子呀？哥，爱长安确实不错，很有长进，甚至于在沙漠拐带我们班长喝酒，让我们班长差点迷途沙漠。最厉害的，他竟然搞个人英雄主义，孤身一人前往腹地寻找我们班长，顺带着把自己也给弄丢了。一般人是干不出这种事儿，爱长安就不是一般人呢。打人不打脸，骂人不揭短啊！得了，我先撤了，你跟我哥说点悄悄话吧。哥，我先回家吃饭了，爸妈等着我呢。你呀，好好教育教育这只野猴子，让他在战场上给我消停点，别给咱华气丢人。你不跟我一块儿回去啊？哥，你妹妹才不是一般人呢，就俩字儿，带劲。春哥，咱们的7吨车落地了，但是这车成不成功，得上了战场才能得到检阅。我想去前线，可是我又怕去前线，因为在那儿，不过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顺利地将咱的7吨重卡送上战场，我也一定保护好沈夏的周全，这是我向你的承诺。知道吗？到了前线，第一时间给厂里挂个电话，告诉我们大家你平安的到了，听见没？爸妈，你们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，也会照顾好爱长安的。听见了吗？妈，我幼儿园毕业10几年了，我不是小孩子了。哎呀，儿行千里母担忧。只要我挨着世上一天，就得一天为你操心，这就是当妈妈的命。妈，您命好着呢。再说我都退伍多少年了，我这又不是回战场打仗去，我把咱这7吨车送到那大后方去。大后方不是前线，离前线远着呢。哎，爸，你给妈解释解释。你说两句。一路平安。好的，祝顺利。立正！敬礼！放学早回，注意安全。是。礼兵，向右转，登车。
走了。爸爸，那我走了啊。老板，回来！说你放我！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走了。陆强留神！看，沈夏一定平安回来。花旗旗舰等着你们。小夏，吃了晕车药还是不行吗？没事。云南这边现在是雨季，高温又高湿，您在黄土高原生活久了，肯定不适应这边的环境，再加上这山路颠得厉害。来，长安，车速怎么慢下来了？你该怎么开怎么开，这么点困难我还是能克服。沈夏同志，这段山路非常危险，确实需要放慢速度。同志们，现在进入14号山路最危险的路段，路面窄，烂坑多，请同志们打起精神，小心行驶。赶紧动员，集合！连长，我回来了。大牛，是不是前线出事了？报告连长，敌方昨夜趁我方换防，突袭占领了3辆高地。报告团长，新生连陈志远顺利完成建设任务，辛苦。哦，这位是艾长安同志，华气的试射员啊，这位是沈夏同志，华气派来的技术顾问。两位同志一路辛苦了。不辛苦。现在情况紧急，我们就直奔主题。昨夜，敌军趁着暴雨抢占了我302高地，军师长命令，明天凌晨派一队加强排，以奇袭的方式夺回高地。我们炮团必须尽快把152加榴炮运出前方大山，在进攻之前提供炮火支援。我们炮团配备的都是你们华气的5吨车，前方山路上有一段连王坡，特别陡峭，今天早上还突发了泥石流，5吨车居然都过不去了。现在奇袭的行动不可能延迟，要是我们的重炮不能准时到位的话，敌人居高临下，我们的加强连战士们暴露在敌人的直线火力范围之下，伤亡惨重。
所以，华记的同志，我现在必须要问你们一句：7吨车能把大炮运上去吗？我现在必须要你们一个准确的答案啊！刘团长，5吨车发动机功率是147千瓦，7吨车已经增加到206千瓦，扭矩也从748牛米增加到1072牛米，而且在来云南之前，我们特意更换了越野性轮胎，整车的越野性能肯定要比5吨车强得多。我想请问一下，有谁走过现在的阎王坡？路况到底怎么样？这次泥石流特别大，烂泥还带下了很多石块，5吨车拉着152加榴炮根本过不去。有多少石头？有几块大的就不说了，勉强能绕过去，但是遍地都是这么大小的石块。有超过40公分吗？应该没有。刘团长，我相信我们华汽的7吨车拉着炮能过去。我们华汽的7吨车经过重新调教，底盘升高，马力增大，差速器的传动系统更加先进，比我们的5吨车通过性一定是更快、更强、更稳定。而且，咱们的152加榴炮离地间隙是40公分，所以我有信心说这样的话。你当过兵？报告首长，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旅汽车团汽车兵艾长安，去年正式退伍，在部队开了3年老5吨。但是刘团长，5吨车的自重是9吨多，7吨车的自重已经是11吨多，加上重炮和炮弹的重量，能不能通过那道全是烂泥和石块的陡坡，我目前也无法给出精准的预估，只能靠实践来给出答案了。好，参谋长，动！任务紧急，不能再耽误时间了。你现在通知1营1连，用新车拉眼门炮和炮弹做个先锋。要是能顺利通过眼王坡，大部队立刻出发。是。报说，咱们7吨车可千万不能出岔子啊！当然不能，不然的话，那30多个战士。怎么样？能修好吗？没有伤筋动骨，这些老5吨车都皮实得很，看上去惨不忍睹，但其实都是皮外伤，稍微花点时间就能恢复原状，放心吧。哎呀，我在炮团10几年了。这些5吨车跟战士们一样，都是我的兵。虽说上战场多磨练，能长本事，但磕了碰了，总是心疼得很。不管是战士，还是这些铁家伙，都是我的战友。我希望他们都能平平安安的回来，毫发无伤的回家。这些老5吨车都是20年前的设计了，对于现在战争需求来说，确实有很多不足。尤其是云南前线这边，不仅海拔高，而且坡陡路险。5吨车确实不如7吨车优越了。水下同志，你的意思我听懂了。我也知道5吨车过时了，就像我们部队，有老兵退伍，也有新兵入伍。不是有句老话吗？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。就算将来部队的车都换成了新7吨，这些老5吨也永远是值得我们尊敬的战友。到了分别那天，我们一定会敲锣打鼓欢送他们光荣离开。我现在终于明白，为什么当过兵的人，即使离开了部队，脱下了这身军装，这里永远是个军人。重感情，够热血，有担当。石家同志，听了这番话，我真想给你敬个礼。
大牛，这新车感觉真不错，我觉得阳光坡问题不大。到了再说吧。找到了吗？我方没人，附近也不见人。这么大一伙人，能去哪儿呢？报告连长，在车库里发现这张纸条。胡闹，纯属胡闹！石夏，我跟7吨车一起把炮送到阵地，然后把第一手资料带给你。真相正常。华系派来的什么人？这上家条是请客吃饭吗？这出了事，这责任谁来负？车辆悬挂系统正常。有埋伏！我们掩护，你继续拉炮，一定要将炮弹送到前方。敌人都火力太猛了，看成无法安全度过。小刘太阳子！报告团长，拉炮的重卡在阎王坡下面遭到了敌人的偷袭。
走！走！同志，你还好吗？坚持住，坚持住！啊！同志，你没事吧？死不了，是他的。等一下！好了。啊！你放心吧，等外面的战友消灭了敌人，就开始新七吨把这炮拉到阵地上去啊！同志，同志，哎，你叫什么名儿啊？同志，同志，同志，哎，我叫艾辰，你叫什么？你别睡着了。哎，大牛啊，大牛好，大牛好，大牛这名特别好，你千万别睡着，睡着醒不过来了。哎，睁开眼睛。哎。连长，报告连长，敌人大概1个班，打了5分钟就跑了。关键是，大牛可能被埋了。什么？连长，你看那边有血迹。从驾驶室一直到这儿，这塌方前是个山洞。对不起，我想问一下，你看到我们华西那位同志了吗？没有。他是跟着华西的车一起过来的。他们俩是不是都在里面啊？给你润润嘴啊！
你别说话了，这里边氧气越来越少，保留点体力。别担心，肯定有救，加快速度！你快点从石头缝里给我蹦出来！你这是野猴子！连长，这后边就是洞口。来，汽车车，把石头拉走。走，去找钢丝城，走。